歡迎收看《北境不靜音》，我是北境。面對真相和良知，我選擇不靜音。希望你們也和我一樣。每天在這裡聊發生在中國的事情，有的時候我的心情是非常悲傷的，有的時候我的心情是非常憤怒的，有的時候我的心情是非常羞愧的，就像今天這樣，我感到非常的丟人，非常的恥辱。發生了什麼呢？上一期節目給大家介紹了，最近有一部日本的動畫片在中國的影院上映，票房非常的好，某種程度上也拯救了这些影院的生意。那麼今天就发生了這樣一條新聞，因為後面還有2部日本的動畫片要在中國上映，那麼他們現在接到了來自官方的臨時通知，要求他們撤檔，不許放。這就是中國官方的所作所為。完全的從政治角度去干預民間的正常的文化交流，以及去干預一個行業的一個正常的市场運轉，置這些影院的生意和生死於不顧。那中國官方為什麼要這麼做呢？那就是因為最近日本的這位女首相高市早苗說了一句話：台灣有事兒就是日本有事兒，意思就是讓中國大陸不要輕舉妄動，在台海挑起戰爭，世界不會置台灣於不顧。然後中國官方就瘋了，不停地煽動民間的仇日情緒。不僅如此，中國官方都親自下場，在那裡罵街。他們是怎麼進行的呢？這也是令我非常憤怒的一點，我給大家看。這是中國官方的賬號。一上來說，奉勸高市早苗，還故意的把人家的名字寫錯，把高市寫成了替換成了中文諧音的搞事。搞事是什麼意思呢？就是他們挑起的事端，意思是最近的這些衝突和緊張的態勢都是日方的責任，不是中方的責任，所以管高市早苗叫搞事早苗，然後讓他不要滿嘴噴糞，大便，說人家滿嘴噴糞，這是一個正常的所謂泱泱大國、禮儀之邦，有幾千年文化歷史，中文可以講得這麼美的能說出來的話嗎？這就是中國官方現在的措辭，如此粗鄙，如此丟人现眼。還沒完呢，大家看下面這行黃色的字，說莫非他的腦袋，就是指高市早苗的腦袋，說被驢踢了，意思才會說出這樣的話。這是中國民間的一個說法，就是說有的人他會說一些胡話蠢話，為什麼呢？是因為他腦子不清楚了。為什麼腦子不清楚呢？要麼就是被驢踢了，要麼就是被門擠了，總歸有一個原因。但是這樣的話放在公開層面，放在一個官方的新聞稿裡，對另外一個國家的領導人這樣說合適嗎？而且大家不用懷疑，這個話一定是習近平說的，一定是他說的，沒有他的授意，這樣的新聞稿發不出來的，在中国官方一定是他私下和他那些幕僚在聊天，聊到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也不知道他喝没喝酒，然後就在這裡講，說他腦袋一定被驢踢了，然後底下的人就拍馬屁，就把這個話用在這個新聞稿裡。這樣的事情我們見過很多，之前都是在中國內部的這個共產黨內部的這些學習文件裡，他又指了什麼方向，讓底下的黨員去學習。然後我們經常在這些文件稿裡會看到1、2句非常粗鄙、非常 low、非常沒有文化水平，甚至下流的話，那就是他的原話。底下的人拍馬屁，把他的原話放到了這個學習文件裡。然後現在這樣的事情，我們也在國與國的這種外交辭令中看到了。還沒完，還有更過分的，我給你們看。在這裡，他們又說，正告日方某些人，別活在
狂妄自大的夢裡，就是在指高氏早苗。然後最過分的是下面這一句，說還是撒泡尿照照自己几斤幾兩吧。讓高氏早苗撒泡尿當鏡子照照自己，两层的不妥。第一层，你在对另外一个国家的領導人說這個話，讓人家撒泡尿。其次，更重要的，這位領導人還是一位女性，你在這裡讓人家撒泡尿當鏡子照照，這也一定是習近平的原話。我一點都不懷疑，看到這些話還能笑出來，還覺得要去仇恨日本的這些中國人，你們反省一下，你們難道沒有任何的羞恥心嗎？中文被說成這麼粗鄙，一個禮儀之邦表現出來的一點點禮貌和禮節都沒有了，就這麼一個東西，這麼沒有文化水平，說話這麼粗鄙，意識裡對女性沒有任何尊重的這麼一個玩意兒，他作為中國的最高領導人，你們不覺得丟臉嗎？這麼重大的一個醜聞，在整個中國的歷史文化中文的使用上，不管哪一個層面和角度，這都是重大的醜聞。這就是始作俑者這個重大醜聞，所以我說習近平應該向高氏早苗鄭重的道歉。不僅道歉，還因為要發生了讓整個中國和中國人蒙羞的這個重大醜聞，他應該辭職。當然我們知道他不會，他就是這麼不要臉。所以我覺得真的很丟人呀，作為一個中國人，看到自己的國家、自己的政府，然後講出來的話是這麼的丟人現眼。我今天做這期節目，我是想借這個機會向高氏早苗女士道歉。我作為一個中國人，但我不能代表其他的中國人，我沒法代表習近平，我沒法代表那些還在這裡叫好去仇日的這些中國人，我代表不了，我誰也代表不了，我代表了我自己，向高氏早苗，甚至可以說向所有感覺到被冒犯的日本人，在這裡鄭重的道歉。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。我們今天節目就做到這裡，感謝收看、訂閱、分享。